从没想过炎炎8月的夏日会下雪，更不会想到这场滂沱大雪会下一整年。炎炎8月夏日，我家这边持续干旱了2个多月的城市，迎来了一场大雨。我刚下班从公司出来，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，都能听见路人欢喜的声音。终于下雨了。最近天气真的是太热了，我打开手机看了看天气预报，未来的3天都会下雨，而且是暴雨，所以准备囤积足够的食物，保证我这3天可以不用出门。我边打电话向主管请假，边进了超市。我推了个购物车，没有犹豫拿了数十箱方便面、矿泉水和饮料，又去零食区瓜子、薯片、饮料罐头装了满满一车。这些不用说是3天，就是1个月，我想也可以撑得下来。我看着外面越下越大的雨，这么多东西以我自己是提不回去的，我便打了个出租车，并多给了司机100块，请他帮忙把这些东西搬到了楼上。我整理好买的物资，把它们分类好放进我的大冰箱里。自从3年前父母车祸去世，我就离开了老家，到这个城市租了房子独自生活。累了一下午，我也没有心情做饭了，泡了盒泡面草草当做晚饭。之后我洗了个热水澡，便沉沉睡去。一觉醒来已经是第2天早上了。暴雨和天气预报一致，并没有停下来，雨点像石子一样重重地砸在窗户上。按理来说，一场暴雨下的再大，中间也会停歇，可是已经连着下了一整夜了。我有些担心，打开了业主群，碰巧物业发来了通知：各位尊敬的业主，气象局发布了黄色暴雨预警，请各位业主关好门窗，以免不必要的损失。暴雨真的下了整整3天，中间也没有丝毫停歇。我打开某短视频软件，看到的也都是大家调侃的城市变成了水城。我看着这些评论，心里泛起了些许不安。我是一个资深小说爱好者，不是没看过末日类型的小说，所以我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会更加敏锐。雨停的突然，明明上一秒还是瓢泼大雨，下一秒天就晴了。我打开了天气预报，预测接下来一整周都是晴天。这时手机突然来了一条推送：某岛国海附近发生1级海啸，官方发布灾难预警。我紧接着看了看全国各地降雨状况，情况并不乐观。除了我们城市，别的省也有多个地方在下雨。看到这些消息，我强烈的直觉告诉我，事情不会是这么简单。趁着雨停了，我又去离家较近的大型超市买了一些东西：30袋速冻水饺、30盒冻牛肉、50斤排骨。又去蔬菜区买了各类蔬菜5斤，螺蛳粉、压缩饼干10箱，再加上双11我囤的零食，想必生存1年不成问题。回了卧室，给家里的几个充电宝都充上电，然后便累瘫在床上睡了过去。凌晨2点，我被冻醒了。平日里盖着的夏凉被在此刻没有丝毫作用。最近因为降雨原因，天气非常凉爽，我也没有开空调。我下了床，走到窗户边，拉开了窗帘。窗外白茫茫的一片，雪花纷纷扬扬地从天上飘落下来，四周像是拉起了白色帐篷，一股寒气扑面而来，竟然下雪了。在8月，在炎炎夏日的南方，我居住的地方从出生就没有见过这里下雪。没想到连续3天的下雨之后，紧接着来的竟是滂沱大雪，天气预报竟然不准了。我也来不及做过多思考，打开了空调制热，继续躺了下去。我再次打开天气预报，显示此时的气温是零下8度，现在也不能确定是什么情况。又想了一下我囤的物资，安心的闭了眼。再次睁眼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天气预报显示温度竟然到了零下12度。我下了床，把羽绒服等冬季用品都翻了出来。上午10点收到业主群通知，各位尊敬的业主，气象局发布了橙色暴雪预警信号，请各位业主尽量不要外出，保证自身安全，关好门窗，以防不必要的损失。今天下午开始供暖，我自然是不会出去，甚至给自己美美的做了顿饭。酒足饭饱之后，就坐到了沙发上看起了电视剧。直到下午2点的时候，我手机收到一条短信，是气象局发布的低温红色预警。今日开始，本市气温将迎来一个新的低点，预计达到零下15度及以下，请各位市民注意避寒，做好防寒准备。确实是挺冷的，想着我的物资大概够吃1年，我也就在家里继续躺平了。然而这才刚刚开始，降雪连续下了1周，竟然还没停。这时候气温已经下降到零下30多度，手机再次收到了气象部门最新消息，这场覆盖全球的寒潮和大雪短期内并不会消失，请各位居民做好防寒措施，并尽量囤积一些水和食物。我秉持着肚子里要有些热的才不会冻死的想法，给自己奖励了一顿火锅。全球连续下雪1个多月后，气温下降到零下40度，一觉醒过来已经是晌午了。做饭的时候才发现水管已经冻裂了，刚流出来的水没多久就结冰了，暖气供应也突然断了，屋里也停电了。
我们小区有独立的发电设备，应该10几分钟内就会重新来电的。我打开了业主群，物业告知我们不必担心，几分钟后就会来电，仅仅是停止供暖7、8分钟，我屋子里的气温就直直的降了下去。我很担心我们小区的供电系统是否能够成功发电。时间过去了半个小时，室内温度已经到了零下20多度。我盯着物业群里的消息，里面已经炸了锅，不是很快就会来电吗？我家孩子已经冻得不行了，到底什么时候来电？物业不断安抚着业主，非常抱歉，各位业主，我们小区的独立供电系统正在抓紧抢修，请各位业主做好保暖措施。等待无果，我就继续窝在被窝里，手机里弹出一条新闻：导线和干塔严重负荷，世界各地出现多起倒塔电线事故，电工也在抓紧抢修，但是因为天气太冷了，更多的工作人员被冻死在了抢修的途中，电力系统已经出现了致命性的问题，直至完全崩塌。全球连续降雪3个月，整个社会几乎停止运转，城市道路交通几近瘫痪。世界各国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我坐在沙发上，整个人也陷入了焦躁不安的状态。虽然食物储存还够我继续坚持下去10个月左右，但不断降低的温度也足够我感到恐慌。难以想象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还要持续多久，我又该如何生存下去呢？很久没人说话的业主群里有人发言了：谁还有食物？我花高价买。没有人回答。当然最可能的就是手机没电，我也知道这时候谁发声谁是傻子。这几天接二连三有人问谁还有多余的被子衣服，仍旧没有人回答。我的心里升起了浓浓的不安。末世之下最可怕的就是人心。我默默把业主群里的备注名字几单元几零几给改成了网名。我独居在这里，不能不防着点，可怕什么来什么。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半夜睡觉时，我突然被楼下的惊叫声吵醒。